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又惊又喜。一个上海来的时尚博主嫁到台东这样的乡下地方，本来以为这姑娘肯定是受不了要闹着回上海的，没想到短短3个月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这变化之大，连她爸妈都认不出来了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文，是上海人，今年28岁。小文从小在上海长大，但他的童年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锦衣玉食，他爸妈都是普通工人，家里条件并不好。小时候住的是不到40平方米的老房子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直打哆嗦。小文跟我说，家里屋顶会漏水，我和妈妈要拿好几个盆子接水，那滴答滴答的水声，到现在我都忘不了。小文的爸爸脾气不好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妈妈大吼大叫。家里的争吵生成了小文童年的背景音。更糟的是，爸爸还有赌博的恶习，家里本来就不多的钱，常常被他输光。有一次过年，别的小朋友都有新衣服，就我穿着表姐的旧衣服。班上有个男生指着我说看，他穿的是二手货，我当时就哭了。小文红着眼圈告诉我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小文从小就有个强烈的想法，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他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要受穷。小文确实是个有毅力的姑娘，高中毕业后她没能考上好大学，但她并没有气馁。他选择了去读一所专科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，同时打各种零工补贴家用。有段时间，他同时做着奶茶店店员、超市促销员和家教3份工作，那时真的很辛苦。小文说，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，但我咬牙坚持下来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大专毕业后，小文进入了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助理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他终于可以接触自己喜欢的时尚行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短视频平台开始在全国流行起来。小文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，决定利用自己在时尚行业的专业知识，开始做时尚搭配的内容创作。刚开始的日子很难熬，视频没人看，评论区冷冷清清，但小文不气馁。他坚持每天下班后录制内容，周末出门拍街拍，慢慢的，他的视频开始有了一些点击量，粉丝也从0涨到了几百、几千。转机出现在1年后，小文做了一期平价替代高奢的视频，教大家如何用几百块钱的衣服搭配出上万元大牌的感觉。这个视频一下子爆了，短短3天涨了10几万粉丝。那天我看着后台数据，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。小文回忆道，我知道我的人生终于要开始转变了。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，广告商开始找上门来，小文的收入一下子翻了好几倍。他终于可以租一个像样的公寓，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和化妆品。他尝到了努力的甜头，更加拼命的工作。2年后，他的粉丝已经超过了100万，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时尚博主。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小文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男朋友安迪。安迪自称是某投资公司的高管，西装革履，谈吐不凡，开着豪车，经常带小文去高档餐厅吃饭。小文被他的外表和事业有成的形象迷住了，很快坠入爱河。那时候我真是太傻了，小文自嘲地说，他说什么我都信，完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安迪很快就开始向小文借钱，说是有个投资项目急需资金周转。小文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都借给了他，还替他向朋友借了不少钱。谁知道钱一到手，安迪就人间蒸发了。小文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职业骗子。他不仅损失了几十万的积蓄，还因为无法偿还朋友的钱，失去了很多朋友。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绝望。小文说，我感觉自己辛苦打拼的一切都白费了，又回到了原点，
更糟的是，这件事传到了网上，小文成了笑柄，情商低被骗贪图帅哥吃亏这样的评论铺天盖地而来。小文一度抑郁，不敢出门，也不想再更新视频。但是小文骨子里的那股倔强又支撑他站了起来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就这样认输，我已经从零开始过一次，可以再来一次。小文咬着牙说。他重新开始创作内容，这次他不仅分享时尚穿搭，还开始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警示女孩子们提高警惕，不要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所迷惑。他的真诚和勇气打动了很多人，粉丝数量不减反增。就在小文事业第二次崛起的时候，他在一次品牌活动中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伟。阿伟是台东的一个有机农场主，来上海参加农产品展销会。与安迪的西装革履不同，阿伟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，皮肤黝黑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。初次见面，阿伟就被小文的才华和美貌吸引住了。他主动找小文聊天，邀请他去参观自己的展位。小文一开始并不感兴趣，心里还有些瞧不起这个乡下人。但阿伟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了他，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。他真的很不一样。小文后来告诉我，他不像上海那些男生那样花言巧语，他说话直接，做事踏实，而且特别尊重我的工作。两人开始了网恋，每天视频聊天。阿伟给小文讲台东的美景、有机农场的故事，还有他对土地的热爱。小文慢慢被阿伟的真诚和对生活的热爱所感染。半年后，阿伟向小文求婚了，邀请他来台东生活。当时我真的很犹豫。小文说，我在上海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朋友圈也都在这里，去台东这种乡下地方，我怕自己会受不了。但阿伟的诚意打动了小文，他说，你可以先来住一段时间，如果不喜欢，随时可以回上海，我不勉强你。就这样，小文决定试一试。临行前，他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，我要去台湾乡下生活了，希望不会后悔这个决定。刚到台东的那几天，小文确实很不适应，没有繁淡的街区，没有深夜营业的商场，连网络信号都不如上海好。他开始抱怨，我绝不要住台湾乡下，这里太落后了。阿伟并没有生气，而是耐心地带着小文游览台东。他带他去看壮观的海岸线，去体验纯净的森林浴，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。慢慢的，小文发现，台东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，但却有着大自然的纯净和美好。你知道吗？那里的空气真的好到让人想哭。小文激动地告诉我，每天早上醒来，推开窗户，看到的是蓝天白云和远处的海景，闻到的是泥土和花草的香味，不是汽车尾气和垃圾的臭味。更让小文惊讶的是，台东虽然看起来是乡下，但当地的生活设施其实很完善，医院、学校、超市一应俱全，而且服务态度比上海还要好。当地人生活节奏慢，但生活质量却很高。台湾真的是很多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。小文感叹道，他们生活方式不同，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。阿伟开的是普通车，住的是木质小屋，但他有自己的农场，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，这在上海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阿伟的家人也让小文感到温暖。阿伟的父母没有因为他是大陆人就有偏见，反而热情地接纳了他。阿伟的妈妈教他做台湾特色小吃，阿伟的爸爸带他去认识当地的朋友。小文感受到了真正的家庭温暖，这是他从小到大都缺失的。住在台东的日子里，小文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。在上海，他每天都在追求更多的粉丝，更多的广告收入，更贵的包包，更高档的餐厅。但这些真的能带来幸福感吗？有一天早上，我和阿伟一起去农场收获自己种的蔬菜，然后回家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餐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小文眼含泪水地说，不是那些虚荣的东西，而是平静、健康的生活和真心相爱的人。小文开始尝试着融入当地生活，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。阿伟教他如何种植有机蔬菜，如何与土地打交道。一开始他还是很不适应，毕竟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他，对泥土总有些排斥。第一次下地干活，我简直要崩溃了。小文笑着回忆，手上全是泥，脸上蚊子叮了好几个包，腰酸背痛的。我当时真想立马订机票飞回上海，但阿伟的耐心和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。慢慢的，小文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喜欢上了这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，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种子发芽、长大，结果那种成就感是在城市里拍再多的时尚照片都无法比拟的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次摘下自己种的番茄时，那种感动简直无法形容。小文兴奋地说，那是真正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，不是靠花钱买来的。小文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台东的生活。与以往不同，他不再只是展示光鲜亮丽的外表和昂贵的服饰，而是记录下自己与土地、与自然的点滴互动。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些朴实的内容竟然比他以前的时尚穿搭更受欢迎。粉丝们说我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小文笑着说，其实我知道，不是因为我多美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。阿伟和小文的爱情也在共同劳作中越来越深厚。在上海，小文习惯了被男生带去高档餐厅，收到名牌礼物，但阿伟给他的是一起看日出日落的时光，是一起在田间劳作的汗水，是一起为生活奋斗的勇气。有一天下大雨，我们的农田可能会被淹，阿伟二话不说，冲进雨里去挖排水沟。我看着他浑身湿透，却依然努力工作的样子，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气概。小文说，不是豪车名表，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，他愿意为你遮风挡雨。3个月后，小文的父母来台东看望他，他们对女儿的变化惊讶不已，简直认不出来了。妈妈说，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小文笑着说，不仅是外表，皮肤变得更健康了，不再是那种城市人的苍白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变化，我变得更加从容、淡定，不再为小事烦恼。小文的父母原本担心女儿嫁到台湾乡下早会吃苦，但看到女儿现在的生活和状态，他们终于放下心来。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阿伟对小文的真心和尊重，更是感到欣慰。我爸爸偷偷告诉我，他和阿伟聊了很久，被阿伟的为人和思想深深打动了。小文说，他说这个女婿我认了。小文的父母在台东住了2周，也爱上了这里的生活方式。临走时，他们甚至半开玩笑地说，考虑退休后来台东定居。看到爸妈这么喜欢台东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小文说，他们这辈子在上海的工厂里辛苦了一辈子，终于可以享受一下这么美好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了。小文和阿伟的婚礼在台东的海边举行，简单而温馨，没有奢华的排场，没有繁复的仪式，只有最真挚的祝福和最纯粹的爱情。婚礼上，阿伟送给小文的礼物不是昂贵的钻戒，而是一块自己亲手开垦的田地，上面种满了小文最喜欢的向日葵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哭了。小文回忆道，我知道，我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和家。在和阿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，小文也越来越了解台湾与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。台湾男生普遍比较温柔，尊重女性。小文分析道，他们不像大陆的一些男生那样对女友期望很高，要漂亮，要贤惠，要能干，但自己却没有相应的付出。阿伟从来不会要求我必须做什么，他更注重我们的相处和感受。小文还发现，
台湾的家庭观念也与大陆有所不同，在大陆，很多家庭还保留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，女性结婚后往往要承担大部分家务，但在台湾，夫妻间更加平等，家务分工更加合理。阿伟经常主动做饭、洗衣服，这在大陆真的很真的。小文说，他说这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家庭的一份子，没有谁应该比谁做得更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文发现台湾社会的生活节奏要比大陆慢得多，这也影响了婚恋观念。在大陆，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大、时间紧张，往往把相亲、谈恋爱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，讲究效率。而在台湾，人们更愿意慢慢来，真正了解对方后再决定是否在一起。我曾经也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人，希望快速找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，结果被骗得那么惨，小文感叹道。而现在我明白了，感情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，不能操之过急。小文也注意到，虽然台湾总体上比大陆的婚恋观念更加平等、开放，但在一些乡村地区，传统观念依然存在。比如阿伟的一些亲戚，刚开始对小文这个大陆媳妇整还是有些偏见的。但小文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，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。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，真诚和尊重都是最重要的。小文说，我尊重台湾的文化和习俗，他们也给了我同样的尊重。在台东生活了1年后，小文的事业也发生了转变，他不再只是一个时尚博主，而是开始分享有机农业、自然生活的内容。他和阿伟一起建立了一个网上平台，销售自己农场的有机产品，还开展了田园体验活动，吸引了不少城市人前来参观学习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很多客人都是从大陆专门过来的。小文说，他们说看了我的视频后，特别向往这种生活方式，想亲身体验一下。小文和阿伟的故事也成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小小缩影。通过他们的平台，越来越多的大陆年轻人了解到了台湾乡村的美好，也有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放下了对大陆的刻板印象。其实两岸的年轻人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。小文说，都是希望有一个健康、平等、充满爱的家庭，都希望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小文经常想起自己刚来台东时说过的那句话，我绝不要住台湾乡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只能笑自己当时的无知和偏见。现在我绝不要离开台湾乡下。小文笑着说，这里有我的爱人、我的家、我的田地，还有我灵魂的归属。我终于明白，所谓的幸福，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小文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和婚姻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找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。阿伟没有安迪那样光鲜的外表和花言巧语，但他有真正的实力和真诚的爱，让小文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人生方向。同时，小文的故事也打破了很多人对台湾，特别是台湾乡村的误解。台湾不是穷乡僻壤，而是有着独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，更尊重自然和环境。这恰恰是现代都市人越来越向往的。当然，小文和阿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两岸恋情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自我成长、价值观转变的故事。如果小文没有经历那些挫折和背叛，他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正是因为曾经的伤痛，他才能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。我曾经认为，成功就是拥有更多的粉丝、更多的钱、更高的社会地位。小文说，但现在我知道，真正的成功是找到让自己内心平静的生活方式，找到真正爱你的人。现在的小文不再是那个追逐虚荣的上海时尚博主，而是一个真实踏实的台东农场主。他的笑容比以前更加灿烂，眼神比以前更加清澈。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如果有人问我后悔吗？我会说一点都不后悔。小文坚定地说，这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听完小文的故事，我不禁感慨万分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过太多追求表面条件而忽视内在品质的例子，也见过太多因为地域文化差异而错过真爱的案例。小文和阿伟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
真正的婚姻不是门当户对，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患难与共，相互成就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契合和彼此的尊重。不管是来自台湾还是大陆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，只要心在一起，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。乡下不是贬义词，它代表着一种更加贴近自然、更加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。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，或许我们都该向小文学习，放慢脚步，聆听内心的声音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幸福没有固定的模式。希望小文和阿伟的故事能给正在寻找爱情的你一些启示和勇气。也许你的真爱就在你从未想过的地方等着你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